係咁網友嗱，呢條片係講即係嗰啲中國居民嗰啲債務問題有幾嚴重咁就係一向嚟講咧，就係中國人咧，或者亞洲人咧，都係中意儲錢嘅，就係個負債唔多嘅，你儲錢就負債唔多。但過去嗰10年咧，就係變咗個債務非常之嚴重，主要都係房貸，因為中國人咧好迷信買樓噶嘛，係嘛？咁結果咧，亦都喺呢一個阿里巴巴嘅借了病啊，嗰啲微信啊，嗰啲 credit card 啊，教唆嗰啲後生仔借錢，結果好多人咧都係一身債。呢個咧喺中國咁樣嘅發展程度，11000蚊美金人均咧係唔常見嘅。好啦，嗱又有嘢好抵啦，大家快啲嚟買啦！呢個冰富丸雙生生蠔，大家好中意食嘅，咁就又減價，又嚟咗批貨，48蚊，200克，好好食，個個食過都話脆嘅，啲生蠔係99蚊減到48蚊，200克，新鮮運到啊，空運到，你要去門市買嘅呢個就係近日博主呢個真係好好笑，紐約蔣太子喺抖音平台話佢用空殼上市公司，從國內銀行借咗3980萬，潛逃去美國，用呢筆錢開咗6間酒吧，將嗰啲過程擺晒上網。蔣太子嗱，公開呢啲咧，同銀行經理講嘢喎。個銀行經理喂，過咗期1年咯，阿蔣總你可唔可以還啊？我當時借錢嗰陣咪抵押咗間公司俾你哋咯，你收咗我間公司咪得咯。唉，你間公司係個經過包裝嘅公司，冇唔值錢㗎如果早知我哋銀行唔會借3000萬俾你啊！呢個係你哋銀行嘅事，呢3000萬咧我唔打算還，佢都好老實。如果唔係你哋有本事嚟美國法院起訴我啊！你咁講就唔啱啦，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啊嘛，係嘛？為咗你呢筆錢啊，我係跟銀行總行嗰邊擔保咗㗎。你唔還，我哋好多人被炒魷魚㗎不如還咗佢啦，利息我哋唔要啦，可唔可以啊，蔣總？嗱，睇到呢度咧，我好懷疑寫嘢俾佢嗰個嘢咧，曾經受過佢賄賂嘅。嗰啲聲氣嘅，呢個係蔣總，你嗰筆3180萬嘅融資信貸，不如85折還咧打個折頭咧，講咗幾多次我就唔還，你咪攞咗間公司同車啦。喂，你間空殼公司同車啊，評估個值50萬喎，咁剩翻嗰啲錢點啊？我唔理，呢個係你哋嘅事。做人唔好咁，喺銀行當時借俾你咧，係俾你拓展海外業務嘅，冇諗到你走咗筆錢咧，就走咗美國，剩翻間空殼公司個二手車，呢個係呢個就係佢公開晒呢個嘢，完全即係呢個人最唔好咧，就係咧你呃咗人咧，你就仲公開懶得戚，公開個聊天記錄截稿。佢哋肯唔要息還85折，咁都幾好啊！佢都多咗賺咗500萬。面對銀行嘅還款要求，蔣太子回應：公司同車輛抵押咗俾你進行拍賣啦，咁樣將公司同車抵押咗俾你咯。喂，蔣總，你做咩事心裏有數？你間公司實際上就工學就有嗰幾個機器設備。仲有個二手車至多值30萬，你而家爭3180萬，總之我就唔還噶，你嚟美國告我啦！嗱，呢啲就盤平。蔣太子將自己嘅經歷同銀行經理嗌佢還款嘅聊天記錄截圖發表喺抖音上面，並且喺美國繼續做酒吧生意。後來呢個喺抖音佢被封咗號啦，即係呢啲咁樣嘅行為當然係唔能夠鼓勵。
經濟學人話，中國居民債務佔國民總額嘅唔夠11%，升到60%，已經接近開發國家嘅水準。嗱，中國而家嘅 GDP 係120萬億，係70萬億度嗰啲人嘅債務係。中國家庭嘅貸款咧來源多元化，有傳統國家銀行啦，有支付寶啦、微眾銀行啦，啲新興科技平台。即係咧，你全心去咧，周圍去借，如果你嘅信用係好咧，點都到20-30萬嘅喎。根據智庫龍舟經信嘅估計，目前中國已經有2500萬人至3400萬人債務違約，呢個咧就叫老賴。大陸咧就冇得破產嘅，但係你一冇得還咧，法庭判決咗咧，就判決你係違約人，你就好大鑊嘅，你搭唔到飛機，搭唔到高鐵，開唔到銀行戶口嘅，你就變咗老賴。如果將逾期未還嘅人都計算在內咧，嗱嗰啲已經成為老賴，估計有6100至8300萬人，哇！呢個好驚人，因為呢個係等於就業人數嘅11-12%嚇。11-12%，債務困難人係佔咗18歲以上嘅人口嘅5至7%，呢個比例較5年前翻咗1倍，個問題快速惡化。點解呢？其實房屋貸款2024年就佔咗總貸款嘅65%，不包括商業用途貸款，已經係家庭主要嘅債務負擔。我都話俾你聽，嗰啲人成日話。嗰啲好耐嗰啲人呢，就係啲屋供滿晒嘅啦嘛。喂，佢唔係喎，你知道大陸啲屋係有個發展時期喎。90年代、20年代分俾你，你喺機關分啲樓俾你，嗰啲樓呢，老破小，又細間，又爛又老，嗰啲係唔使供啊。咁後來呢，就係你又貪心喎，見到啲新樓，你好容易呢就買第二間喎。哦。如果你由2012年開始買咧，你全部都大鑊，嗰啲價錢你全部都大鑊。中國大多數嘅抵押貸款係政府國有銀行發放嘅，啲銀行喂追呢啲無力償還貸款咧，佢好克制嘅，真係盡量唔好趕絕你。嗱，呢個就係嗰個銀行貸款，中國銀行貸款嘅放款量240萬億總放款量，呢個就係個貸款增加量係平均係10幾個%嘅，呢個時候係呢個你係不可以持續嘅個貸款增加量。呢個咩叫高槓桿咧？你個經濟5%，你嘅貸款量10幾個%。根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數字，2024年全國列入法院拍賣程序嘅發拍房366000套，較2023年略增。上海千禧年度 Lily 佢嗰間就職軟體現金流困難，冇糧出，咁咧佢就陷入債務危機咯。佢又唔係啦，欠咗網路貸款3萬蚊，3萬蚊好少啫係咪？為咗籌還咧，呢個嘢我都第一次聽，開始做債務 IP， 開一個網，宣話自己爭債，點樣窮，點樣慘法鬥慘，透過喺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破產嘅故仔嚟吸引流量賺錢。我睇過好多喺網度呢啲債務類網紅競爭激烈。一啲最受歡迎嘅博主有幾十萬粉絲鬥慘，有啲話爭1000萬，有啲話爭1億，講自己點慘。20年實施嘅動態清零風控政策，20年令中國債務危機全面爆發嘅轉折點，大量企業同個人都受到嚴重影響。我講俾大家聽點啊？其實中國嘅樓價2019年係巔峰。2020年因為疫情跌咗落嚟，2021年咧疫情過咗反彈，其實咧就咁樣咁呢個時候咧，嗰啲人咧就借咗啲樓，嗰啲樓嘅錢係幾多錢咧？嗰啲樓嘅錢咧，如果係大嘅
大城市就講幾百萬啊。咁呢個咧就係令到佢哋嘅債務急速上升嘅原因咯。呢個就係咁點不知呢個咁嘅樓價，你都知道係冇辦法 sustain 嘅。我舉個例，你就知道點解冇辦法 sustain。呢一個喺美國呢個普通人係賺幾多錢咧？咁樣賺6萬蚊美金。美國嘅平均樓價6、7萬，中間數一個平均樓價係40萬美金，而家最新係5、6倍，即係你5、6年咧你就買到層樓。而家喺深圳做嘢幾錢？你真係揾份卑微嘅工咧，2000幾蚊。我唔好講2000幾蚊，你當佢4000蚊，4000蚊，一年5萬蚊。一間深圳嘅樓係值幾多錢咧？咁樣啊，深圳嘅樓點都2、300萬啩，40、50年都賺唔夠。呢個咁嘅樓價係唔能夠 sustain 嘅，遠遠癲過香港嘅。香港咧嗱咁嘅，我亦都計俾你香港睇。香港普通人工2萬。但係咧，香港有40%人喺公屋嗰度，唔計住公屋嗰啲人，咁60%咧，我香港平均人工3萬啊，中位數應該係4萬到，一年咧50萬。香港一層樓咧，而家咧係500、600萬，都係12年啫。香港係號稱世界上最唔 affordable 嘅地方。大陸大鑊啦，大陸大鑊。就算係最窮嘅地方都好啦，最窮嘅地方人工得2000幾，人工2000幾，3萬一年一間屋40、50萬都要10幾年，即係個樓價唔跌多3、4成咧係企唔住。最慘咧，你去供嗰時咧係曲空咗6個銀包，2公婆、爸爸媽媽、外父外母急埋嚟到幫你供。幫你俾首期。2021年房地產崩盤，加劇債務危機，房客價下跌咧就變咗負資產啦。你首付咧可以借到7成啊嘛，7成啊嘛。咁你100萬你借咗70萬啊嘛。當個樓價跌咗，好多地方都係失斬。咩叫失斬咧？100萬喺中間斬，50萬咁啊叫腰斬。斬到落嚟呢度，斬跌咗70%，咁啊叫膝頭哥斬，斬落個膝頭哥度。以前咧經濟繁榮咧，房屋貸款係普遍賺緊嘅，特別係就業充足、收入穩定嘅情況之下，個個咧都 expect 我供得到嘅，因為我份工好值錢。最有錢供嗰啲就係喺嗰啲互聯網公司做嗰啲啦。教培公司點知全部炒嗰啲，全部炒魷魚喎，嗰啲大鑊喎，嗰啲人。咁而且啲銀行咧，嗰啲好衰嘅，啲銀行夾埋晒咧，就叫你再借消費貸，即係100萬你買層樓，咁你唔夠錢咁點咧？咁樣，咁咧本來規矩咧就只可以借70萬嘅啫，佢唔怕，我借俾你當係裝修，當係消費，借多20萬俾你。或者咧就經營貸，你話俾我聽你哋生意，你做緊網店嘅，我借20萬俾你做網店，其實都係 base on 嗰層樓。民眾喺繁榮嗰時咧就習慣由支付寶啊、微眾銀行啊、大型網絡貸款平台咧借錢消費，亦都有人借錢嚟到投資做生意。杭州白女士呢個白女士，咦係咪白蛇精嚟嘅？曾經有一間非常成功嘅教育企業，巔峰嗰時咧喺30個地方開設補習班，學生人數5至6萬人，係咪好犀利咧？白女士間教育企業每年有1億至2億收入，為咗進一步擴大事業規模咧，就借咗幾百萬翻嚟咯，係人都會啦，咁好生意。點不知疫情爆發，呢個習近平政府對教培行業一夜之間清零，唔準喺呢一個義務教學12年嗰個教學時間
即係12年，你喺學校讀小學、中學、高中嘅學科，完全唔準教。如果要教呢，就只能夠做 NGO， 唔能夠賺錢。白女士嘅教育事業一夜之間完全崩塌，被逼出售房屋、車輛，償還債務。教培行業一夜之間冇咗。白女士同傳統銀行嘅債務協商相當順利。疫情期間，政府呢就要求銀行對受影響嘅企業寬容，銀行呢免除咗幾萬蚊利息。好啦，但係呢，銀行就寬容啦，網路貸款平台嗰啲催收人員呢，日日上門收數王，拍你門口，反覆致電白女士佢嘅朋友、所有親屬，好還錢啦，做人。白女士因為債務壓力同催收人員嘅騷擾，患上嚴重嘅憂鬱症，甚至想跳樓。最後呢，個老公同佢離咗婚，呢個真係慘。監管機構對於涉及居民第一套住房嘅激進收房行為呢係謹慎嘅，因為呢趕絕咗啲居民呢係不利嘅。嗱，嗰啲佢哋會走去殺咗啲幹部㗎嘛，係咪？咁而且大規模咁樣收房呢都冇好處，收咗翻嚟呢你賣唔出，咪仲大鑊，係咪啊？發拍呢會平好多嘅，但當前房地產持續低迷呢，銀行擔心拍賣根本收唔翻原本嘅貸款現金。其實係嘅，一發拍呢個價錢就低好多，最好就慢慢放盤嘅。網路貸款平台喺追債方面呢係比傳統國家銀行更加激進嘅。哇！用電話轟炸然後向佢嘅家屬施加巨大壓力。你而家喺香港住呢就唔會嘅，香港唔準嘅。我話香港有人追你數呢，你就立即報警。佢打多2次嚟，你唔好打嚟啦，你而家係騷擾我。咁樣嘅香港係。摩根大通顯示2023年中國居民儲蓄呢係32%，遠高於全球。美國金融危機呢3%。我最好笑，我初初做嘢嗰時呢，美國人呢個儲蓄係負數，即係點？冇錢儲，仲係借錢嚟使。後來呢，終於有翻幾個%啊！呢一個呢就係中國居民呢係儲32%，但係呢係咪有32%做？唔係，係嗰班好有錢嘅人幫你儲，因為貧富懸殊，最有錢嘅10%人呢係儲幾十個%，你哋呢就係日日光嘅。呢個係雖然中國居民整體儲蓄率高，但債務危機侵蝕咗中產階級嘅信心，同埋抑制消費，動搖咗共產黨賴以維穩嘅繁榮承諾。大家要知道個統治權係乜嘢？個統治權係啲人民願意俾你統治。咁於是咧喺呢個博弈入邊咧係有啲 tacit understanding， 有啲沉默嘅冇講明嘅條件，就係人民接受共產黨統治，佢哋冇權統治自己。個條件就係你令到我嘅生活改善喎。如果我嘅生活改善唔到咧，我點解要俾你統治啊？2024末，中國居民整體爭錢200兆，呢個200兆係包括咗70幾億嘅居民貸款，仲加其他做生意嘅人爭嘅錢就200兆，總共200兆。呢個就包括咗譬如話內房股係有呢個20-30萬億嘅，再加埋其他各種各樣嘅生意小生意，中國成個私營 sector 係爭200億。以總人口14億計算，人均142000蚊大家睇下借錢邊個借得叻啦？呢個就係整體宏觀調控係300%，呢個借錢係300%。呢個就非金融機構，佢而家話200咧係呢一個加呢條線加呢條線，呢個就係全國11.5億嘅成年人入邊。73%，8億3700萬人受債務壓力。嗱，115000人成人入邊，8億3000幾，
其中3億幾咧不受壓力，呢3億幾咧就有晒大部分錢，儲嘅錢全部係佢哋嘅。6億人面臨多重負債，佔債群7成以上。房貸係主要貸款來源，係4.8億人，佔負債人群嘅6成。信用卡3億7500萬人，消費貸、車貸、經營貸，哇！17,000樣嘢啊！大家睇下呢個中國居民嘅槓桿率喺呢度，當然唔夠美國犀利，美國仲高，但係歐元區咧竟然低過你喎啊！歐元區低過你。從年齡分佈25至40歲嘅族群負債比率85.7%，呢個年紀最大鑊。因為佢未供完啲樓，30至35負債比率91%，65以上咧就23.5%。去到嗰時咧，佢差唔多供完層樓。地區嘅差異係好嚴重嘅，一線城市負債率最高76.8%，因為啲樓貴。新一線城市72.3%，二線城市65點幾，四線城市農村53.2%、41.6%，因為啲樓平啊。總之咧，呢一個債務咧，呢個房地產嘅債務需要時間咧去化解嘅。呢個咧就叫做balance sheet recession， 去槓桿化。喺呢個去槓桿化嘅時候咧，啲人就減少消費、減少投資咯。呢個就點解個經濟持續向下啦？呢個就好啦。再講講 Patreon 啊。係出咗呢兩日出咗呢幾日就出咗幾個重大嘅研究，就係呢個新股同話題股票研究。呢一個係我講咗個 Tesla 嘅研究，好重要啊！呢個係好詳細嘅分析，又分析咗 Robinhood 啊，冚唪唥有我嘅案語嘅。$10咧就每日開盤前咧都會發布一篇嘢，每個禮拜一篇咧迷米財經。總共有幾多嘢咧？盤前消息、迷米財經，每個禮拜日我就會講投資週記。唔係呢個投資實況，就將我個 account 晒俾你睇。投資週記，我講緊投資哲學13講，講到第3講，印度投資講到第3講，今日講 IPO 有乜嘢新股，有咩熱門炒嘅股票，每週2、3篇。迷米財經觀察。逢交易日中午及傍晚開市前話俾你哋嗰個觀察緊急消息，我一有咩特別嘅咧，我就立即私信提醒你哋。即係譬如話我提醒，喂 Tesla 好大鑊喎咁，我派咗個專員喺 chat room 度同你傾偈，我自己都會嚟嘅。點樣揾到個文章咧？去呢度作品系列就 click 到入去噶啦。仲有啲新嘢出嘅，我哋仲有新嘢出嘅啊。好啦。呢個 Kira 咧就同大家互動，50蚊嘅專用聊天室，有時我都會入嚟嘅。7月獨家優惠，無論10蚊又好，50蚊又好，都8折優待啦，年費。我生日今年 OK。